好漂亮的天呀！北京这个夏天今年要到了，阳光特别充足，有点风，空气也很好。刚从健身房出来，今天就拉了背，做了一点推胸，然后加了一些核心，主要是针对游泳的这个核心能力的训练。当然，这个核心能力不仅仅是对游泳有帮助了。对跑步肯定也是有帮助的。游泳今天就游了大概800米吧。我觉得今天的改善是在打腿的时候，就是扶板打腿，明显感觉到这个，核心加强之后，打腿的时候，往下那鞭那下更有力了。从视觉上来看的话，那个看，游泳池底下的瓷砖移动的这个速度来讲，感觉是比以前快了，但是我没记表。对。另外就是夹板的时候放在膝盖，把那个扶板放在膝盖上，膝盖的位置去夹着游，我觉得比之前的稳定性更好了。对，但是还是会飘嘛，身体还会乱摆。对，这个就还是核心能力的问题。好了，那我就回家了，骑上我的RC100。哎呀，大家上午好啊！今天是星期4了，这北京阳光明媚，不过还挺凉爽的，但是在太阳底下还是挺晒的。今天就简单说说我下半年的参赛计划吧。行，待会儿说。3.5公里多。昨天就算是想好了下半年的计划了，还是跑一场半马吧。大概在9月份有2场，一场石景山的，一场房山的。当然可能还有昌平啊、什么平谷的那些作为备选吧，因为离得太远了。然后呢，万一中不了，都不中，那就自测一个。自测可能放在10月份或者11月份，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。所以接下来按照目标赛事9月份的赛事还有3个月。这3个月呢，我就是要把跑量给增加一些。这个月6月目标是100，7月是150，8月是200，反正相对比较保守。但是有个前提，就是时刻关注着腰伤和左臀的伤势，包括其他可能出现的一些伤病。如果出现不适，赶紧减跑量，交叉运动，可以去多游泳，甚至多骑骑车，保持一些有氧的能力。然后昨天的那个去医院检查，今天是要做核磁，然后再看结果。我觉得还是要认真的听取医生的建议，结合自己的体感和自己的目标吧。如果腰伤、臀伤问题不大的话，那我就相信会比较大概率能够执行下来这个跑量。当然还得保证力量训练。我现在是这么计划，大概每周跑5天，4到5天，有1个休息日，
然后每周有4天左右去健身房力量训练，再结合游泳。力量的话，我觉得就是，胸背是1天做，然后臀腿加核心是另外1天，所以1周可以1个部位可以练2次。那目前这个胸肌的拉伤已经基本上好了，所以我可以把胸部的这个力量训练加进来。大概就这么个计划。然后骑车、游泳，反正也不会落下。骑车的话，就去健身房，往返大概11公里，这段路我会骑车。也许明年的9月份，我可以考虑青海湖那个小铁三。今年我觉得还是把跑步好好的捡起来。因为之前有过几次中间的中断停训，挺可惜的。今天还想起个事儿，就是我觉得热身特别重要，比我以前的认知还要重要。特别明显对比，那天青海湖试水的时候，因为要跟那个安全沟通，吹那个跟屁虫，穿胶衣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就是没有怎么热身就下水了，就感觉哎呦，整个都不会游了，身体特别的僵，换气也困难，划水也困难。但是比赛那天，我基本上从进了这个幻象区，那是7点半，准备好东西之后，差不多8点，我就开始不停的在运动脚腕、手腕、大腿、踝关节，上肢这个不用说了，背不停的在活动，反正没停着。差不多8点50的时候，就组织就下坝，然后去那个码头排队准备出发。然后下去之后又是不停的在活动，差不多9点10分左右参加那个发枪仪式，然后就出发了，两个出发。那下水感觉就觉得特别顺畅，胳膊甩起来，腿打起来，换气，觉得就是比较轻盈。但也可能那天我没穿胶衣是一个原因啊。但是还是觉得这个热身和不热身差距还是蛮大的。包括昨天和今天，我也刻意做了一下对比。昨天，我现在跑步之前，我会在室内热身，大概得10分钟，然后再出门简单做个高抬腿、后踢腿。对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是刻意把这个时间做足，就是每组动作30秒，高抬腿30秒，会分3个10秒做，然后踢臀也是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从体感上，起跑了之后会轻松一点。虽然心率会高一些，但体感会舒服一些。
所以这给自己提个醒儿，就是各个环节都得做好，因为伤病这东西，它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日积月累。你一个地方做不好，可能短时间内无所谓，看不出来，但时间长了，或者你上一些强度的时候，它可能就达到它那个阈值了，就可能会崩溃。行，这个慢慢的感觉到北京的夏天一步一步的临近，所以接下来跑步的话还得尽量赶早，否则这个太阳实在太痛苦了。因为我也是戴眼镜，所以你要戴一个那种墨镜、太阳镜，可能又太沉了。我可以在眼睛上套一个那个太阳镜的片儿，但那个太沉了，跑起来眼睛往下掉。行，就说这么多。跑完了6.41公里，6分26的配速。一会儿呢，应该去健身房。今天是胸和背。然后游个泳。游泳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把基础打好吧。夹板游现在是要放在这个膝盖，夹在膝盖之间的夹板，因为放在这个大腿根儿这夹，其实训练意义就是小了很多嘛。你放在膝盖夹，那就能够更好的这个感受核心发力、稳定核心的这个作用了。行，今天感觉还不错，这个步频可以加一加，然后核心挺胸，背紧张着，这样的话觉得跑起来就会轻松一些。好，我们就下回再见，拜拜。